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公司机密外泄导致竞标失败，调查一圈后，这黑锅落在了我头上。可资料明明是我女友乘高铁时弄丢的，愤愤不平的我找上女友要说法，却意外撞破她和总经理的奸情。总经理揽着女友的肩，居高临下的告诉我，说我替他背黑锅是我的福气。我他妈的给气笑了。好啊，我倒要看看，我这销冠一走，他这公司还能撑多久？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把女友何露露，哦不，应该是前女友何露露和总经理王总在楼梯间激烈拥吻的视频直接发到了公司总部的大群。2秒钟后，总部大群直接沸腾。半个小时前，我所在的东南分公司的 HR 给我发消息，让我去会议室一趟，说是要找我聊聊。我去了，却没想到这个聊聊竟然是要把我辞退。更过分的是，辞退就辞退吧， HR 不仅把前不久公司竞标失败的锅扣在我头上，不允许我要辞退赔偿不说，还逼着我签竞业协议，并且不给1分补偿。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泄露产品资料给我们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不仅竞争对手提前发布了相似度高达 90% 的竞品，价格甚至比我们预设的市场公布价低了整整 30%， 这导致咱们公司股价接连下跌。甚至华丰集团上亿的招标项目因为资料泄露，我们直接被甲方给废标了。你来公司时间也不短，知不知道这2年公司业绩很难突破？华丰的项目可以说是我们公司的救命稻草，也不为过。我们把客户端的关系都打通了，明明竞标就是走个流程，偏偏在你身上出了这么大篓子，害得公司丢掉这么大的业务客户，你还想要赔偿？公司不找你追责你，就该谢天谢地了。听到这劈头盖脸的指责，我整个人都懵逼了。哈，我泄露的产品资料，看着 HR 还在睁眼说瞎话，我气上心头。产品资料是我泄露吗？明明是，可话到嘴边，我下意识迟疑了一下，因为弄丢产品资料的正是我女朋友何露露。我和何露露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双双拿到合成集团东南分公司的 offer。不过她是去总经理办公室当行政助理，而我则进了市场部做 B 端的大客户经理。在公司这几年，因为我业绩一骑绝尘，上面有意提我做市场部的销售总监，但我对管理团队没兴趣，只想当个头部 sale， 完成自己的业绩，拿提成就好。何露露倒是在总经理办公室混得风生水起，先从一个行政助理混到了总助的助理，然后在总助被外派去筹建省外工厂事宜后，何露露就顶上了总助的位置。从那之后，何露露就经常跟着王总全国各地出差。因为大环境的经济下行，公司这2年的业绩下滑严重，华丰集团这个上亿的标就成了我们东南分公司今年最重要的项目，没有之一。我作为 To B 大客户销售部的销冠，打通华丰客户关系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当然，我也不负众望，通过招标负责人摸清了项目的需求部门，拿到了需求部门负责人的联系方式，通过锲而不舍的蹲点、打电话、邀约拜访，终于争取到和负责人见面的机会。负责人只给了我半小时的碰头时间，在我敏锐的洞察力之下，我掌握住了需求部门的痛点，立马反馈给产品部，要他们尽快输出一套定制化的产品适配方案，并且
定制化的产品适配方案的出版一出，我就拿给负责人看过，对方很满意，并针对一些不足之处还给出了他的建议，甚至他还隐晦地和我透露了他们招标的心理预期报价范围。本来事情到了这里，我们公司都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在拿捏客户痛点和打通客户关系上都一骑绝尘，对方都如此信任我们，拿下这个标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可万万没想到，就在正式开标的前一天，竞争对手在官网抢先发布了一款全新产品，整个配套设备方案几乎和我们给华丰弄的那版一模一样，甚至更可恶的是，他们在官网上标注的报价区间比我们方案上的低了30%左右。华丰项目的负责人当即就给我打来电话发难，这事儿发生的突然，就算我再怎么巧舌如簧，也难以挽回负责人的心。于是，我们刚提报上去的标书直接被对方废标，我们连第一轮都没进就被刷下来了。这段时间，不止高层整天阴着脸，就连基层员工脸色都不好看。为了华丰这个项目，我们不知道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动员了公司所有的部门，眼看着事情都要成了，却出了这码事，换谁谁不气呀？并且这还不只是一个标的问题，华丰集团一直是我们公司想要拿下的战略客户，他们招标的消息一经发布，公司就决定拿下这个标，从而成为华丰的长期供应商。而我们重要资料都能泄露，在华丰那里直接就被打上了个不靠谱的标签。我先前客户关系做得再好，全都白搭。王总飞到京市总公司开了几天会，回来就阴着个脸，宣布要彻查资料外泄这件事。那天会才开完，何露露的脸就白了。晚上回到家，她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细问之下，我这才知道，原来公司的机密资料竟然是她弄丢的。何露露哭哭啼啼地说，她带着硬盘资料前往京市总公司印制标书并盖公章，回程坐高铁的时候不慎将硬盘丢失了。她发现后，在高铁站又是找工作人员，又是报警，一通折腾，各种寻找，却一无所获。本来她还有侥幸心理，觉得就算硬盘丢失，应该也不会就那么巧给竞争对手捡到了。结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开标前竞争对手竟然直接把我们的产品方案发布到了官网，那个相似度让何露露再也没了丝毫侥幸。更何况王总得了总部的指示，要彻查这起资料外泄的事故，他隐瞒了那么久，终于扛不住心理压力，崩溃了。何露露让我帮他想办法，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如果何露露发在现硬盘丢失那天就立刻上报给公司，公司也能有机会采取一些补救和预防的措施。可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他还瞒了下来。如今公司事后追究，他就算照实说了，公司会相信吗？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能够帮他的法子，只能建议他坦诚认错，并安慰他，如果他被公司追责赔偿，我会和他一起承担。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公司调查了1周，搞得我们整个分公司上下人心惶惶。罪魁祸首何露露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相反，我却被 HR 以资料外泄的名义给辞退了。我一时间怒上心头，但想到HR 也就是个帮老板背黑锅的角色，我又压下了怒火。这辞退书我不会签的，我得去问问何露露，为什么是她弄丢的硬盘资料却赖在了我身上。出了会议室，我直接去了楼上的总经理办公室，却没找到何露露人。等电梯的时候，我给何露露发消息，她也没回。
我盯着半天没上一层楼的电梯面板，心烦意乱，想着去楼梯间抽根烟，结果就撞见了何露露正搂着王总的脖子，两人亲密热吻，那个投入的呀，连我出现在楼梯间都没发现。现在想想，我也挺佩服自己，当时居然能够万分冷静，先掏出手机把这丑陋肮脏的一幕拍了下来，然后才走进二人跟前。王总比何露露先发觉到我出现，他先是慌乱了一瞬，但很快便收敛起神情，拍了拍何露露的屁股，然后松开她的腰。何露露不解地扭头，见我冷冷站在她面前，顿时花容失色。张欣，王总捏了她一把，她立即闭了嘴。我们三人僵持了几秒，还是我率先打破了这诡异短暂的平静。硬盘是你弄丢的，为什么赖我身上？何露露被我质问，脸上先是闪过一丝心虚，继而她竟然愤怒了起来。是的，愤怒。我这个被倒打一耙的还没开始发火呢，她反而先指责起我了。所以你现在是来怪我喽？你是我男朋友，让你想办法，你想不出来。假惺惺地说会和我一起承担责任，你能承担什么？女朋友出事了，你竟然都不主动说替我出头。是个男人，我不用主动提，你都该自己站出来帮我负责。张欣，我真是看错你了，原以为你是个有担当的，没想到你就是一缩头乌龟，你压根儿不是个男人。我气急反笑，大姐，你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赖别人？黑锅扣我头上你就满意了是吧？王总在一旁不耐烦地说，让你背黑锅怎么了？我又没让你赔偿公司损失，算起来这也是你的福气，要不然竞标失败，我们损失上亿的单子，怎么着也得让你赔偿20%，2000万，你赔得起吗？我只觉得搞笑，就这傻逼玩意儿是怎么坐上分公司总经理位置的？原本憋在了一肚子的祖安话，突然就散了。有时候面对傻逼，骂再多都是浪费自己的口水和精力。于是我点了点头，行，何露露，所以你就是攀上了总经理这条关系，然后把资料外泄这个罪名扣我头上，让我给你抵罪是吧？我还纳闷儿，你怎么突然就从总助助理升到了总助的位置，拿上了高管级别的薪资？原来也是和总经理有一腿是吧？何露露脸一下子涨红了，话别说的那么难听，什么叫有一腿？我们那是两情相悦。我看了看总经理勉强遮住的地中海和挺起来的大肚腩，笑了笑。两情相悦，既然两情相悦，那干嘛遮遮掩掩呢？于是我转头就把我拍到的两人激情热吻的视频发到了公司的总部大群。当然，我也没忘了给王总老婆同样发一份。这个视频仿佛一滴水掉进热油锅，把沉寂已久的公司大群都给炸翻了，满屏的666和刺激。刺激啊，这谁？好像是东南分公司的老王和他总助。我勒个去，手抖发的。我的建议是删，这群里还有董事长和几个大股东呢，人发这儿不就是给领导看的吗？不知道大老板看见没？我压根不管群里的人怎么讨论，紧接着把我们后来对峙的录音也发了出去。我是东南分公司这 B 大客户销售部的销冠张欣，今天接到 HR 通知，分公司以我泄露竞标资料为由将我开除，并要求我签署竞业协议，且不给任何赔偿。但事实上，弄丢竞标资料的人是总助何露露，他和王总沆瀣一气，想要我背下这个黑锅。人活在这世上，不争馒头争口气，公司既然要辞退我，那我也没理由赖着不走，赔偿不给，那接下来我会正常走劳动仲裁流程。各位，
江湖再见。发完这段话，我直接退出公司大群，顺带着退出所有工作组，然后收拾东西直接走人，回到我和何露露的房子。我收拾了我自己的东西后，直接打电话给房东，说房子我不再续租，暂时把行李放到日租仓库后，我背上背包就上了飞机，准备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自从我进这家公司开始，我他妈就没有正常休过年假，又因为销售工作的性质，连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时间都没有。就算下班了又怎样？三更半夜客户找还不是得像个龟孙一样乖乖陪聊。这2年我一个人撑起一个部门的 KPI， 让分公司的业绩不至于太难看，总经理看不到我的付出也就罢了，睡我的女人还想让我背锅，这算盘打得也太美了吧。我就看看我这销冠走了，这破公司的业绩还能撑多久？上飞机后，我直接关掉手机，戴上耳塞，美美睡一觉，醒来就到达了我的目的地普吉岛。我找了个海景酒店，蒙头大睡3天。3天后，我才打开手机，开机的一瞬间，无数条信息提示、来电提示弹出，微信卡的直接打不开。我把手机扔在一旁，沐浴在阳光下，欣赏着安达曼海，摆脱了高压的工作环境，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突然感觉离职也不是啥坏事。其实去年我就有好几次想提离职了。我所在的东南分公司是合成集团总部单独设立在沿海1线城市的以市场部为主导的营销公司，主要任务就是拓展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客户。但这2年业绩没有很大的起色，分公司总经理就是绿了我的王总，他急于求成，年度计划做得越来越离谱。我作为销冠，身上被压了公司近60%的业绩指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全年几乎没得休息，不是在谈客户，就是在见客户的路上。也正因为如此，何露露和我吵过很多次，她觉得谈了我这个男友和没谈一样，我满脑子都是工作，心里压根没他。可我压力也很大，在公司我整天被人提醒着业绩指标，不是开会就是见客户，要求我带新人，整理拓展客户关系的经验留给公司，还有无数项目进度表和客户盘表要填。而回到家，何露露又整天抱怨我不重视她，恋爱谈得没意思，家里、公司，我竟然都找不到一处能让我放松的地方。一天24小时，恐怕只有早上起来刷牙洗脸那几分钟能让我放空一下。我提了2次离职，都被我的直管上司给压下来了。他说公司目前很困难，如果我一下子走了，很难找到能顶替我位置的销售，让我再坚持一下。他帮我去和高层争取更高的底薪和提成点。结果这个大饼给我从去年画到今年都没落实，于是上半年我又提了1次离职，结果恰好碰见华丰这个项目，我这个离职申请就给驳回了。王总这个老逼灯还单独找我谈过话，承诺我说华丰项目拿下，我不仅可以拿提成，还可以拿后续项目3%的利润分红。可这狗东西用得上我时给我各种承诺，用不上我时就将我一脚踢开，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等微信不卡了，我才拿过手机，从一大堆找我的信息和电话中挑了2个猎头电话回复了一下，然后联系了一个律师，帮我全权代理仲裁和后续起诉事宜。紧接着我打开电脑，整理起了我之后仲裁可能会需要的证据资料。做完这件事后，我写了一封长邮件给董事长，
附上了我当时拍到的何露露和王总的视频，以及我们3人的对话录音，然后抄送全公司所有人，包括各大分公司的所有员工。既然王总这么不要脸，干脆在全公司所有人面前都别要脸了。期间又有很多人打我的电话，有 HR 的，有同部门同事的，有直属上司的，也有何露露和王总的，但我统统没接，直到我干完了自己该干的事，出去溜达了一圈，填饱肚子回酒店躺着的时候，我才打开微信。我先看了何露露的消息，她在我离开公司那天给我打了很多次语音，还发了很多消息。张鑫，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为什么偷拍？偷拍你还发大群？你这是要毁了我是吗？我要被你害死了！你给我赶紧在群里澄清，快点！行，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黑锅推到你头上的，我向你道歉好不好？你一定帮我澄清这件事，我不能丢工作的。你知道我家是什么情况的？对不起，张鑫，我也是一时糊涂。是王总说有办法保我，我也不知道他会把黑锅扣给你呀。下面的我没再看下去，而是直接把他给拉黑了。然后我又看了2眼王总给我发的，他怪我太冲动，把视频发到公司大群。当然，最重要的是怪我直接把视频发给了他老婆，还威胁我：“你小子，行，这茬我记住了。这事你别想混下去了，我会通知全行业封杀你。”看来这2天他被自己老婆收拾得蛮惨。我冷哼一声，同样拉黑了他。最后，我看的是直属上司的消息，他没有对我的离去表示任何关切。反而在微信里大发雷霆：“你这人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项目交接了吗？客户清单交接了吗？你什么都没干就跑了，知不知道给我们团队造成了多大的麻烦？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当初诚心把你留下来，还想着帮你在王总面前说好话，让你的薪资在网上提一提。好心当做驴肝肺，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是吧？行，我他妈看透你了，张鑫，不要给我玩消失这一套，赶紧滚回公司处理，别等着我们来给你擦屁股。其实看到何露露和王总的话，我都没什么感觉，相反是直属上司的指责让我很心寒。我当年进中面，王总不是很喜欢我，是我直属上司，也就是现在的销售总监把我留下的。踏入这行，他也细心待过我，对我很照顾。但自从我成为公司销冠，上面想让我替代他做总监这个位置后，他对我的态度就明显有了变化。我当初拒绝升职，嘴上说不想带团队，实际上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即便我立刻回绝，我俩到底因为这件事还是生了嫌隙。从那之后，我明显感觉到领导在针对我，比如每年每季度都给我分配过高的 KPI， 故意让我带新人团队，让我承担新人的业绩指标。有时他还会在销售例会上故意叫我不要藏私，多分享谈客户的成功经验，最好形成文字记录下来，给全市场部的员工看看。针对我手里客户以及在跟进项目，我需要填的表是全部门最多的。我工作量确实很大，但起码有1/3是他额外折腾我，这些我都忍了下来，因为顾念着当初他对我的知遇和提携之恩。我常常叹了一口气，其实现在我也该感谢领导折腾我，正因为我各种管理表填写的很多，我的客户和项目也是呈现最清晰直观的，有悟性聪明的，结合 CRM 系统和我留在办公电脑上的资料，就能直接接手我的工作。于是我让他自己去我电脑上看交接资料，然后跟着拉黑他，
一连拉黑3个人，这3个还都是我的压力源，让我爽了不少。继续翻看微信里冒红点的头像，我竟然还看到了华丰项目的负责人韩总。之前因为资料外泄，他打电话和我发了一通火之后，我给他微信道歉也没回，上门拜访也不见，我还以为他懒得理我，哪知他竟然还给我发消息了。我有一点点好奇，想看看他说啥，点进去一看，张经理，听说你不在合成了，离职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你现在有心仪的工作吗？看见我的消息，给我回个电话。我便给韩总回了个电话，合成的事我听说了，你这是真的准备和老东家闹翻了吗？技术出身，韩总是个直性子，接起电话就开门见山。我一愣，合成的事您怎么知道的？他在电话那头笑了笑，你是不是没看陌陌？你们公司的事有内部员工匿名发帖上热搜了，想瞒也瞒不住啊。说到这里，他语气略微低沉了几分，上次废标的事到底还是拖累你了。他的话语里带着几分歉意。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听见韩总这么说，眼眶都热了几分，真是讽刺啊。没想到我辛辛苦苦为公司卖命，帮助同事承担业绩，帮他们谈客户、签单子，走的时候没人为我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最信任的领导还骂我不负责任，反倒是一个我接触次数并不多的甲方负责人，却能体谅我在其中的艰辛。嘿，没有的事，在商言商，是合成管理上的问题，和您没有关系的。但如果不是我废了标，你也不会因此背锅罢了。说这些没意思，我找你是想问问你，你既然从合成离开了，那有找到新工作了吗？我失笑，哪有这么快？虽然一直有猎头联系我，但他们给我提供的薪资和公司平台，我都不太满意。在合成这几年，尤其是今年，我感觉我整个人像是根蜡烛，被燃烧殆尽了。我想歇一段时间，给自己充充电，重振一下精神，再去找工作。听说我还没有下家，韩总大喜，那你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公司工作？家人们，我万万没想到，我工作的事就这样被解决了。韩总联系我的目的就是想挖我去华丰集团工作，他是这样说的：合成资料外泄这事确实让我对你们公司产生了很不好的印象，但我对你这个人印象不坏，你做事靠谱，洞察力敏锐，在搞客户关系上很有一套方式方法。我们华丰这边多是技术背景的工作人员，在对外联系维护客户这块很缺你这种人才。我也是听说你被合成开除了，想着联系你试试，看你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华丰。我只考虑了半分钟就答应韩总了，不只是因为韩总对我这个人的能力肯定和欣赏，更重要的是华丰是合成想要拿下的甲方啊。一想到以后我将成为前东家需要讨好的甲方爸爸，我就觉得值。更别说华丰比合成有更加广阔的平台，华丰集团做事效率也很高。韩总这边才给我内推了简历，隔天就线上面试，中面总经理和我聊了40多分钟，最后给了我营销总监的职位，起薪比合成高1.5倍，业务提成点也上调了3个点。而且听说我目前还在国外，总经理竟然还笑着让我好好度假，1个月后来报道也是可以的。相比合成，华丰这边是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尊重，我内心还蛮感动的。于是在普吉岛待了1周后，我回国了。入职新东家前，怎么着也得把旧事给了对吧？我委托的律师和我说了一下事情进展，按劳动法，合成辞退我应当要按照 N+1来补偿。
也就是赔偿我6个月的平均薪资。我是销冠，年收入接近60万左右，半年薪资就是要赔我小30万，加上我还没有结清的提成以及项目奖金，我个人算出来，他们起码要赔偿我35万左右。结果HR面对我的律师，拽了吧唧的掏出当时我们签订的劳动合同，说合同里签了底薪是3000，按合同 N 加1支会给我赔偿1万8。听到这里，我差点笑死，这不是送上门的把柄吗？蠢不蠢呐？合成面试时定下的起薪和合同实际签约的金额不同，主要是为了企业少缴税，少替员工交五险一金的比例。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我是知情的，也理解，因为这其实也是很多中小公司的常规操作，这种事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但拿阴阳合同来堂而皇之恶心我，他们真不是来给我送人头的吗？他们难道不知道辞退补偿是按照合同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薪资收入来计算的吗？当我下载的个人所得税是摆着呢。于是我反手一个实名举报，说合停1周，甚至总部还发了公告，把东南分公司的王总给停职了，而和我走仲裁的 HR 也被开除。合成换了个人事来和我沟通，新人事态度就没那么高傲了，上来就和我道歉，把锅甩在了被停职的王总身上。张哥，这事儿确实干得不厚道，但那都是王总出的馊主意。你当时离开时发的视频，让王总丢了好大的脸，他老婆也打到公司来闹得鸡犬不宁，你们这纠纷还上了热搜。董事长打电话过来骂了王总2个小时，他面对董事长屁都不敢放一个，不是就将火撒你身上了吗？他小心翼翼看着我的脸色，张哥，我帮你争取了 N 加1补偿你30万，你看这事儿就此了结了吧。我没结清的底薪、提成和项目奖金怎么不提？算下来总共35万。对方脸色一变，别以为给了 N 加1就想把我未结清的工资和奖金提成赖掉，这是两码事。他只能干巴巴地说，那我给人力总打个电话。见人事躲出去打电话了，我微微叹气，从前待在合成还不觉得，现在一看，公司业绩起不来是正常的。一家公司不想着好好打市场分蛋糕来提高营收，尽找些犄角旮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来克扣员工的收入，眼界就这么点儿，离倒闭恐怕也不远了。这种公司离开也好，我没有丝毫留恋。合成估计被我说都不说一声就举报税务的动作给整怕了，人事那边很快就沟通回来，按照我提的数付给我，工资和补偿将会在月底汇入我的银行账户。我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处理完合成的纠纷，我就到华丰报道。我一跃成为管理层，接手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搭建完善营销团队，把公司年初发布的年度计划给落实下去。正如韩总所说，华丰多是技术背景出身的人员，营销部门很多人是技术转销售岗，对客户沟通、关系拓展推进那是一头雾水。要说这还真是个烫手山芋，但却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我将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倒也没太管前东家合成的事。直到我以前带过的一个新销售突然请我吃饭，意图从我这儿找门路，想跳槽时，我才知道，我的离开果真给合成东南分公司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本身分公司的业绩大头就在我这里，我一走，我的前领导，也就是销售总监，立马就把我的客户拿走了。他自己挑走了几个高价值的大客户和项目，
其他的都分给了其他人去跟。但由于我是那种直接撂挑子不干的，压根儿没和客户那边打过招呼，突然换人跟进，客户方不认可。别说很多销售一时间对我的客户无法下手，就连总监他自己跟那几个大项目跟的都磕磕绊绊的，这导致我先前正在跟进的项目黄了一大半。总监急了，本想低头找我问情况，结果一打电话才知道我把他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他一下子来了气，不肯再联系我，就自己瞎搞，然后得罪了客户。他手里挑走的那几个优质客户进展全都停了，这都到年末了，业绩连一半都没完成，总监都跟不动客户，下面的人更不行了。当初我还在合成，他们招进来的人员水平就不太行。以前是由我扛着业绩，其他销售能在我下面跟着喝汤，领导能趴在我身上吸血。我一离开，整个团队就崩盘了。我那可怕的 KPI 指标根本拆解不下去，没有人能接。于是短短1个月，这批销售部的一线销售几乎走了个遍，还剩总监在勉强支撑，但其实他也撑不了多久了。前同事叹气，年会的时候，我们东南分公司被总部点名批评业绩非常难看，比起去年是断崖式下跌。董事长直接就对领导说，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张哥，自从你走后，我感觉分公司是真的要垮了。哎，你还在的时候，咱们团队氛围多好啊！听见他说团队氛围，我只是笑笑。对了，张哥，你知不知道你走后何露露怎么样了？何露露，猛然听到她的名字，我还愣神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我很久都没想起过她了。或者说，从离开合成那天，我就把她这个背叛者抛诸脑后了。前同事和我八卦道，你是不知道你当初发在群里的那个视频威力有多大。当天下午，王总的老婆就找到公司来了，上来二话没说，揪着何露露暴打了一顿，打得牙都掉了一颗。王总的老婆是董事长的堂侄女，王总是靠着自己老婆做到分公司总经理的位置的。见老婆打过来，一直说是何露露主动勾引他，他啥都没干，黑锅全让何露露一个人给背了。何露露被王总老婆打成猪头3，前同事说他不服气，还报了警，说故意伤害。但王总的老婆不知道是不是打小三打出经验了，何露露跑了好几家3甲医院，验出来的伤情都是轻微伤，根本追究不了对方的刑事责任。对了，说起当初查机密资料外泄的事情，一开始不是把锅推到张哥你头上来了吗？王总老婆大闹一场后，董事长要求重新查出来和何露露有关。哦，这我早就知道了。他当初去总部做标书的返程回来时弄丢了资料，前同事斜眼看我，他这漏洞百出的借口你也信？我本来一直有一搭没一搭听他说话，直到这时才来了点兴趣。怎么的？难道还有隐情？前同事一拍手，可不是吗？你说这世上哪有这样巧的事？不小心丢了个硬盘，就被最大的竞争对手捡到。2次调查是总公司的安排下来的人，查出来和露露的账户有大笔进账，所以这是有预谋的。前同事点头，对，是王总之前带何露露去应酬的时候，认识了静方公司的一个高管，那高管是个高富帅，很快就把何露露骗到手了。是他让何露露把我们的资料泄露给他的。据说何露露前后收了那男的好几十万呢，然后我们公司就起诉了，现在正打官司。何露露和那个高管都被抓了，现在正在关押中。
还有这种离谱的展开？所以何露露当时本来就想把我当替罪羊，公司查不出来最好，查出来他就借助和王总的奸情，把锅甩在我身上。反正王总和他有一腿，高铁丢硬盘这种理由是可以被接受的。我靠，现在想想，何露露这女的真他娘的歹毒啊！除了华丰招标这事，更早之前何露露就借用总助的职务，之便在偷公司资料。他这个总助的位置还是他陪睡王总睡出来的。王总本来只是暂时停职，因为这件事被开除了，只能回家吃老婆软饭喽。我笑了笑，这报应来得还蛮快的哈。当然，合成分公司倒闭的速度也很快。就在前同事请我吃饭后不久，合成集团就宣布退出珠三角和长三角市场，东南分公司正式关闭。这件事还在商圈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有很多财经营销号还戏称合成败退南方市场是一起甩黑锅引发的惨案。这次离开东南地区市场，合成又一次元气大伤，股票直接停盘了。业内都认为这是合成的一次巨大危机。和韩总吃饭的时候，他还蛮感慨的，以前对销冠的影响力没有直观的认识，现在合成分公司这个案例清清楚楚放在眼前，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当初要是合成没给你泼污水，你还在合成的话，分公司未必会垮得这么快。而东南地区的分公司本身就是合成业务的火车头，火车头都垮了，对总部也是不小的打击。哪里？我谦逊地说道，销冠确实牛，但他对公司的存亡其实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其实还是管理者。说白了，我并没有那么重要。销冠并不是多稀缺的资源，只要愿意出钱，舍得花资源砸，什么人才请不到呢？合成这个前东家败退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用人不善，高层尸位素餐，底层彻底躺平，压力全部给到我们这种埋头干活的老黄牛身上。一旦老黄牛摆烂，公司就再也没有干实事的人了，肯定得垮呀。其实我也从合成败退市场这件事中得到了警示，以后自己管理团队肯定不能学他们，不能太倚重一个人的能力。火车头固然重要，后面的火车厢也得跟上，不拖后腿才行。3年后，我已经从华丰销售总监提拔为营销部总裁，管理华丰国内和海外2大市场的营销部。一次，我在参加商业峰会时，还偶遇出狱了的何露露。我是特邀嘉宾，而她则是酒店方的服务员。见到我那一刻，她愣住了。多年未见，何露露变化还挺大的，看得出脸上动了刀子，整张脸看上去很塑料，看上去颇有些廉价。她反应了2秒，脸上突然涌现出惊喜、张心。可惜话音未落，他整个人就被挤出去了。峰会上有很多和我寒暄的同行和想要和我搭上关系的一方，何露露这个不起眼的服务员就被他们越挤越远。我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便收回了目光。之后我便再也没见过他。也是，多年过去，我们早已不是一个世界的人。S 是很大1000万人口的城市，我们注定不会再有交集。不知道何露露是否会后悔当初为了利益做出的选择呢？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